快节奏的生活方式，让城市里的人们几乎无法苛求食物美味与否。然而，食物原本的魅力一直期待着人们去探寻。于是，返璞归真，天地农家，驱动着人们走进田间和山林，去寻找那份回归自然、宁静致远和心旷神怡的享受。每逢节假日，王松森总会比平日显得更加忙碌。一大早，他就招呼店里的伙计们，开始准备今天要卖出的烧鹅。广式烧鹅闻名海内外，在中山人看来，一杯小酒，一份烧鹅，悠哉悠哉，极尽惬意。王松森在三墩村开了一家专门做烧鹅的食店，这里的烧鹅因为秘制手法，得到了城市里食客的追捧。于是，这个本不起眼的小村庄，逐渐广为人知。咁我哋燒鵝咧，我哋一般都係堅持用開平馬崗鵝。馬崗鵝係廣東四大名鵝之一。馬崗鵝本身嘅骨細肉滑。王松森是三墩村人，对他来说，守着这家烧鹅店，似乎也就守住了自己迟暮之年的一份快乐。珠江三角洲平原纵横交错的河网，成为了家鹅天然的生长地。广式烧鹅一般就地取材，品质优良的马岗鹅往往成为首选。马岗鹅生长快，肉质细嫩。三墩烧鹅还会特别选择生长期不足2个月的马岗鹅，因为这样的烧鹅吃起来才最為香口。3年人路都有血漿嘅，嗰隻鵝就唔會老啦，所以咧就睇你選擇炆鵝嘅，老啲冇所謂，煮多幾分鐘，但燒鵝咧一定要控制好嗰個生長期。吃鵝是中山人由来已久的饮食习惯。烧鹅要想做得好吃，除了选材之外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秘制的腌料。有鹽啦、糖啦、八角啦、芝麻啦、豆蔻啦、甘草啦、大小茴香啦，總共有22種嘅香料混合成嗰種味料。把清洗干净的马岗鹅吹气、滚水烫皮、过冷水，接着将秘制的腌料填充到鹅的肚子里，用风味针封严，然后挂起来晾干。此时，腌料与鹅肉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，腌料的香味儿渐渐地渗透到鹅肉里。临近中午，几十只已经晾干的烧鹅正准备入炉。三墩烧鹅之所以味道独特，除了秘制的腌料之外，眼前这个硕大的酒缸还藏着另外一个秘密。
烧鹅用的酒缸可不是普通的物件，它们有10多年的酿酒历史，这是王松森花高价买回来的。烧鹅用的木材，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荔枝木。我而家嘅燒鵝呢，我就用荔枝柴嚟燒鵝。荔枝柴本身係果木，佢有燒起上嚟有一種果木嘅香味。以前廣東燒鵝都係用炭嚟燒，用炭嚟燒嚟講呢，佢嘅皮色係比較光亮，色澤好光亮，好鮮色，但係佢冇種果木嘅香味。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荔枝是岭南佳果，荔枝木干燥耐烧，不含树胶。用这种散发着果香味的木柴来烧鹅，可谓匠心工具。经过30分钟的熏烤之后，饱含着酒香、果木香和腌料香味的烧鹅，新鲜出炉了。呢啲鵝就嚟熟啦！燒鵝呢最講究就係爐溫，爐溫控制放柴嘅時間，樣樣都要做到恰到好處。3吨烧鹅色泽金红，皮脆肉滑，富含卤汁，滋味醇厚。将烧鹅斩成小块儿，这个时候，烧鹅的皮、肉、骨连而不脱，皮脆肉嫩，骨香，肥而不腻。肉香之中还夹杂着果木的香味儿。沙溪镇古称龙都，这里是著名的华侨之乡，人文荟萃，历史悠久。即使在经济急速发展的今天，沙溪镇仍保留着许多特有的风俗和饮食文化。农历2月初3是民间传说中的文昌帝诞辰日。这一天，沙溪镇龙瑞村的文昌庙里比平时显得更加热闹。传统的节日往往与美食密不可分。这样的节日，龙瑞村的所有村民都会围聚在一起，享用一餐丰盛的村宴。村宴的仪式非常隆重，架起几口大锅，撑起几张棚布，一座露天的厨房很快就搭建起来了。人们在翘首以盼美味的到来。这样的村宴每年都会在龙瑞村上演，美味连接了乡情，风俗承载了历史。沙溪人只要摆宴席，沙溪扣肉是不可缺少的角色。人们对这道菜的钟爱没有丝毫的造作，他们将沙溪扣肉尊称为菜王。王瑞环是沙溪远近闻名的厨师，沙溪扣肉是他的拿手菜。沙溪扣肉選材最靚嘅就係選嗰個正宗嘅五花腩。譬如而家嘅五花腩咧，就一定要好似嗰個扣肉咁，嗰個豬肉咁，一層肥一層瘦，有隔沙嘅，咁啊至先靚嘅。咁咧嗰啲扣肉做到出嚟咧，係肥而不膩嘅。在沙溪扣肉中，五花肉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儿，但作为配角的粉格也十分讲究。粉格主要生长在中国南方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。
甚至可以和北方的人参相媲美，素有“南阁北参”的说法。这里是冲积平原，河网纵横交错，土壤疏松肥沃。这样独特的自然环境，非常适合粉葛的生长。春节过后，粉葛就要下种。历经漫长而潮湿的梅雨季节，直到10个月后的冬至，才能迎来成熟的时节。沙溪扣肉选用的是地道的中山粉葛。从外观上来看，2头小、中间大的粉葛最佳。这样的粉葛含有丰富的淀粉。王瑞环从1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做沙溪扣肉。30年后的今天，他烹制沙溪扣肉的手艺可谓炉火纯青。变化的是饱经沧桑的岁月，不变的是回味无穷的味道。扣肉嗰個風味冇變過嘅，一路以來都係咁樣嘅，都係保持咗嗰種風味嘅，出品出嚟都係咁樣嘅。大块的五花肉在水里滚过之后，用特制的钉板把猪皮的一面用力拍打，随后放入油锅，让肥油飘出。此刻五花肉的颜色逐渐变成金黄。过油之后再进行2次水煮，然后涂抹上精心调制的配料。每2片五花肉加1块粉葛，最后放入蒸笼，长时间蒸煮。整个过程需要耗时5个小时。一钵香气浓郁的沙溪扣肉，包含着乡村的味道，也释放着家的味道。与粉葛一样，另外一种素有土人参之称的食材萝卜，也时常出现在中山人的餐桌上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这是因为萝卜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。糖杆萝卜从来不出销路，每到收获的季节，大车小车纷纷来到田间地头，抢购这里的萝卜。豐收年啦，呢個。糖杆萝卜驰名粤港澳3地，不仅卖相亮丽，而且个儿大，清甜无渣。这里的土壤特别松软，富有粘性，再加上山泉水的浇灌，最终成就了糖杆萝卜的美名。这也是大自然给这个小村落特殊的馈赠。糖杆萝卜与优质牛腩搭配，用文火慢慢炖制，产生妙不可言的香味儿。广东人爱吃、会吃，号称无所不吃。
就连鸡和鱼这2种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材，在广东人的手中也能变化出与众不同的吃法。将鸡、鱼和螃蟹混合烹制，配以香芹、葱苗，这样的做法极为少见。这是中山人的一个创造。这样的菜式，人们甚至难以命名。然而，这道菜的鲜美程度，却只能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了。中山人对美食的追求，不仅仅停留在味蕾上，对食物外观和气息的要求也十分讲究。色香味俱全，才稱得上是最佳的菜式。咁咧個雞咧就黃色噶啦，因為佢雞本身好靚就黃色噶啦，係嗰種金黃色。咁得埋蟹咧嗰種就紅色，同埋青菜嗰種綠色，綠本身就係好有食慾嗰樣嘢嚟嘅。咁咧就一睇落去咧，一睇到嗰樣嘢咧就係提起人嘅食慾，就係一睇就想食佢。这款菜式无需高超的厨艺，却能引来很多人的喜爱。吃的时候要用小火慢慢加热，保持着适当的温度，整个房间香气四溢。美味总能让人产生难以忘怀的记忆。在中山东凤镇有一家以卖猪杂粥闻名的食店，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回头客。吃的时候不能一锅熟，将新鲜的猪杂一样一样的放进滚热的粥里分开来吃。猪肠、猪肝、猪腰，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鲜味儿。在干燥而凉爽的秋季，一锅新鲜热辣的猪杂粥，鲜甜嫩滑，暖心润肺，回味无穷。五桂山独特的自然环境，为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中山增添了几分灵气。这里青山连绵，溪水冰冻，四季花香，物产丰富。居住在五桂山的客家人，有着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。他们依山而居，代代相传。这一天，张官人和他的老伴儿来到自家田里，又種下一期油菜。後生都出去揾錢，我啲老人咧做屋企啊搞下嘅後勤工作，煮飯啊、種菜啊、打理下個家務啊咁啊。後生就一天光洗面就出去揾錢咯。山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，张官人并不熟悉，但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身边的这座大山，却是他一生的牵挂。做完农活，夫妻2人顺手在自家田里采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。今天是周末，儿孙们都会从城里赶回来和老两口聚餐。
蔬菜是自家田里种的有机菜。鸡是自家养的走地鸡。家里的厨房还是按照客家人的传统，用的还是大锅，烧的是木柴。炒菜用猛火，这也是农家菜的本色。白切鸡、客家酿豆腐、丝瓜炒肉，几样小菜，让在山里山外忙碌着的一家人拥有了片刻的团聚。对于老人来说，这是他们生活中别有滋味的幸福时光。希望佢哋嗰啲孫啊、新婦啊、嗰啲仔啊，身體健康，即係逐年咧提高嗰啲生活，我啲就心咧比較安樂啲。城市里的生活绚丽多彩，乡村的田园牧歌同样令人神往。一种美好的味道，就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这其中有对温馨家庭的拥抱，也有对天地自然的回归。中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，这里是土地肥沃、物产丰裕的鱼米之乡。丰富的食材激发了人们对美食追求的无限想象力，带给这一方水土的人们有滋有味的生活。